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往下看这个量子电路视觉化的绘制啊以及分析。在前面啊，基本上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这个练习哦，那个练习呢基本上是操作我们这个量子位元哦，然后怎么样去进行这个乱数处理的这个 Hello World 好啊，另外一个 Hello World 呢啊是我们进行这个量子 NUT 闸的运用哦。那 NUT 闸啊，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介绍里面呢，它就是例如说我们这个二进位的 NUT， 如果说你原本是 true 啊，经过 NUT 闸之后呢，就会变成 false 啊，你原本是 false， 进到 NUT 闸的话就变成 true。那在量子版本里面的 NUT 闸它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哦？如果说它在量子态的情况下，在量子态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讲法是说，这个有一部分是在这个0的部分嘛，啊，有一部分呢是在1的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它现在有 50% 是0，然后有 50% 是1，在这个量子电路里面遇到这个量子的 NUT 闸之后，这边我们就叫做这个 Pauli case 哦。好，如果遇到之后呢，那它的0跟1上面的这个百分比就会对调，那它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就会得到原本的1 50% 换过去就变成另外一个的 50%那0的话基本上 50%， 因为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你看不出来它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来去决定这个 input 的这个量子例如说它有这个 30%在什么地方，在这个0的部分，有 70% 在1的部分这件事情怎么做基本上它就有点像初始化比如说我们这个量子宣告出来之后，然后呢我可以去设定它的这个0跟设定它的1有多少的比例，在它叠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下去做设定。好，然后呢，当了这个量子的位元进到我们的这个遇到我们这个 NUT 闸的时候，量子的 NUT 闸的时候就我们这个 Pauli case 遇到之后呢，原本在0的那个 30% 就变成是1的 30%， 那原本那个1的 70% 就会变成30的，反正就是他们之间基本上就会反过来，我就直接去做相反。好，那这件事情怎么做这件事情怎么做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程式码啦。好，来，好，首先呢当然我们是在做简单的就是你先建立一个量子位元就要建一个那它的索引值呢是在00的位置坐标上是00接下来呢我们建立一个量子电路建立一个量子电路，接下来这个量子电路呢，我们原本是要做那个哈达玛去做这个 H 闸去把它放进去。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放我们这个 Pauli case 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所以就变成 CIRQ 的 X， 然后呢把我们的 Q bit 放进去，然后我们显示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电路我们原本呢是一个量子位元进来之后遇到的是 H， 它现在遇到不是 H 了，现在遇到的是 X， 这是哪个 X 这是我们这个Pauli case 好，来进来之后呢，如果它遇到之后呢，正常来讲，它资料就应该要相反资料就应该相反。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建立我们这个模拟器，然后呢，把这个电路放到这个模拟器上面基本上你只要放进去，它就执行了它就会有一个 result 结果。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它现在目前这个量子态模拟的结果好，那因为啦，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没有去把哈达玛放进去我们哈达玛没有进去，所以呢，它目前在量子态的部分呢，这个阿尔法的部分是0然后呢，在那个贝塔部分是1，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状况是很稳定的它就是它的量子状态啦，0的这个2次方以及1的2次方合计起来，基本上它也必须要是1嘛。好，来，接下来呢，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初始值把它给放进去怎么样去把初始值给放进去？好，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也是一样，我们先建立好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以及我们的量子电路。好，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放到这个电路里面，然后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就直接用 X，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做 NUT 这件事情好，然后呢，我们就显示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看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电路应该长什么样子先执行好了好，先执行。我们先看一下电路好，电路呢，它基本上就是进来之后没有遇到哈达玛，不过你有遇到一个 NUT 你遇到一个 NUT， 然后接下来就往后走OK， 好，那这个电路如果要去执行的话，当然也是一样一直反复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要先去建立一个模拟器，然后呢，在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一个初始化的状态给它模拟器是可以带初始化的状态
这模拟器在执行的时候，你要给它，我们原本都是给什么东西？我们只给电路。现在呢，我们要多给它一个初始化的状态。初始化的状态呢，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零的部分呢，我们先给它7成，一的部分呢，给它3成，就是说70%在0，30%在1。然后经过 NOT 之后呢，我期望它这个3成是放在0，然后有7成是放在1，然后就刚好去做相反。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 NP Array 里面去把 0.7 以及 0.3， 然后把它放进去，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初始值放进去之后呢，然后让它下去这个做完计算，计算完之后了我们可能还记得一件事情，计算完的结果记得要这个什么 NP-ABS 去做什么东西，去做这个绝对值，绝对值做完之后呢，然后呢再去开次方，开完次方之后呢，我们这件事情这有时候这个不一定会下去做，这边要去表示的是说，当你跑完的时候，在0的部分，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在0的部分呢占了 9%， 在1的部分呢占了 49%，奇怪，怎么跟我们刚刚讲好的不一样原本是说在0的地方有7成，在1的地方有3成，所以当它交换之后 ，NOT 交换之后呢，在0的部分呢应该要有3成，在1的部分呢应该要有7成，上面写的跟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做的就是你的资料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量子的计算，或者它是一个量子的状态？这2个值加起来必须是什么？2个加起来必须是1，必须是1。所以我们这边有写段程式码，这2个加起来如果是小于1的话，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量子计算。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怎么下去做修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 0.7， 不应该是 0.7， 应该是怎么样？这里的阿尔法以及这个贝塔要根据你的目标去做什么事情？去做开根号。为什么去做开根号？因为我们后面会去做这个次方计算嘛。所以呢，在这里如果要填的话，你要去做什么？你要下去做开根号。好，所以呢，我们这边这个程式码重新调整一下。我们把 0.7 下去做开根号，以及 0.3 下去做开根号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数字了那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这里提供另外一种计算方式我们直接去修正我们的这个原本资料你可以直接填 0.7 跟 0.3 透过这个计算呢，它就可以把你实际上需要的这个阿尔法的值跟贝塔值下去做计算。总之我们跑一下这一段程式码好，跑完之后，来我们看一下，原本是 0.7 跟 0.3， 实际上的阿尔法值应该是多少？阿尔法值应该是要 0.9 0.919。好，那你的贝塔呢，应该是要 0.39 应该是 0.39。好，所以当你这个值的初始化送进去之后呢，当你送进去之后，遇到 NOT 之后遇到量子的 NOT 之后，它再传出来之后呢，你的阿尔法跟贝塔，你看一下有没有相反的来，这里是 15.5 然后这边的话变成 84.48 原本在0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7成，应该是要70然后在1的这个地方呢，应该会是30，然后现在反过来了，这个地方大概是15点多这个地方是84点多84点多 OK， 总之它加起来应该是怎么样？加起来应该是100%加起来应该是100%，我多跑几次看一下差不多了。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资料被我们固定下来了所以它这里跑的次数的结果应该每次都是一样的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在量子系统中量子闸的这个 NOT 闸基本上就是这个 PolyX 就是我们在 CRQ 里面的那个 X 它基本上呢可以把这个0和1的状态的这个几率振幅进行互换简单来讲是两边相反两边相反。好，所以假设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它是 0.2 跟 0.8 的话0.2 跟 0.8 这边有把正确写上去，我们有开根号有做一个开根号。好，所以呢其中0的在0的几率里面呢，它应该要占 20%在1的地方呢要有 80%。所以经过这个量子大和闸的操作之后它原本0的部分就变成 0.8 1的部分呢就变成 0.2 所以呢0的话就是这个占 80% 了，1的话基本上就占 20%。 OK，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量子状态的合法性那一个有效的量子状态，它要求所有的可能的结果的几率的平方和必须是1，如果不是1的话，它就是一个无效的量子状态。所以当你观测到的结果在0上面的几率以及在1上面的几率的总和不是为1那个总和记得你的阿尔法要这个
绝对值，然后开平方，贝塔也是一样，绝对值开平方，这两个结果合起来，你要看它有没有是一样。如果它不是一的话，就是一个无效的量子状态，就是一个无效量子状态。所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呢，它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是量子位元在初始化的过程所设定的数值不正确所导致的。所以这个你可能要回去检查一下，你当时给它的这个初始值的资料本身有没有符合量子状态。如果它一开始就没有符合量子状态，后面绝对不会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计算结果。好，所以我们的完整程式码就放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画面上再看一下。当我们的这个如果要去做这个练习啦，当然我们要先准备一个我们的量子位元，要准备我们的电路，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放到电路上面。我们前面做的是使用 CNRQ 的 H 是什么？ H 是哈达码。那如果是 X 的话，指的是 PolyX 它基本上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模拟我们一般这个纳斯达做的事情，不过它是什么样的版本？它是量子版本的纳斯达。好，然后呢，你通常呢，你可以用这个传统的这个量子电路用纯文字的方式把它印出来，或者是用一个比较美观的方式把你的电路图给印出来。好，如果你确定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之后呢，接下来你要启动你的模拟器。好，启动模拟器。那只是这一次呢，我们的模拟器呢，在要求它执行电路的时候，会同时去放入什么东西？模拟器可以放入我们的这个电路要让它去执行这个电路，同时呢，也要去把初始值给放进去。那个初始值呢，基本上就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有没有符合我们的这个量子状态。什么叫量子状态？阿尔法绝对值的次方，加上贝塔绝对值的次方，合计起来必须是刚好为一，它的平方和必须是为一，这样子的话，它才是一个有效的状态。好，那总之当你让这个模拟器去模拟了这个电路并且去把你的这个初始值送进去，让它去跑的话，它跑出来的结果应该会是刚好相反，应该相反，就是跟你所送进去的值应该是相反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这个失误。虽然我们原本预期是希望说这个地方看到是什么，看到是34可是这个不能说世事难预料其实在量子里面它观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通常都会跟你预期可能会有一些些许上面的误差好，总之呢，在那上面这个原本的这个 0.7 送进去之后然后呢，它出现在这个1的地方移过去就变成84。原本 0.3 移过来这个地方呢，就交换过来之后呢，就变成这个 15.52。好，那我们这个部分的操作就先介绍到这里。